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注意到我今天嗓音不太一样，对不对？是这样，就是2天前我盖了夏凉被，可能着凉了。这几天我们这里可以说比较冷，就是这个我没有注意。你看，其实很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那没办法呢，我就继续往下录音吧。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德国国家电视2台发表的访谈录。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其内容匪夷所思。该访谈录是关于所谓战后谁来出钱重建乌克兰的，采访对象是约塞夫·布拉姆，对外的头衔是德国政治学者。他说这钱是欧洲出，中国也可以出一部分，但美国不出。这是维基百科上关于他的介绍。自2006年10月以来，他一直是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美国跨大西洋关系项目的研究员，这是德国外交政策智库。他工作的主要重点是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和跨大西洋关系。他的分析中包括美国的安全、能源和贸易政策，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和国内框架条件。交代了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看该访谈录，没有删节。美国认为欧洲有责任，谁来支付乌克兰的重建费用？美国正在巨大的债务负担下苦苦挣扎。政治学者约塞夫·布拉姆解释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一个重任因此落到了欧洲人的肩上，这也是一个机会。德国电视2台问，到目前为止，美国承担了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很大一部分。根据美方自己的数字，到现在为止共350亿美元。但您看到这个世界大国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陷入债务陷阱，华盛顿在财政上有多么摇摇欲坠？约塞夫·布拉姆说，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在寅吃卯粮，到现在为止，已经形成了约31万亿美元的巨大债务山峰。在危机期间，这个纸牌屋剧烈摇晃，美国政府的预算余地越来越小。随着总统选举活动的开始，拜登政府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正在寻找节省开支的办法，最容易省钱的地方是从国际援助领域入手，比如对乌克兰援助。这里德国电视2台也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位访谈对象，政治学者，也是三边委员会的欧洲主任。三边委员会是一个美国、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对话组织。好，德国知识补充，三边委员会是布热津斯基于1973年成立的私人智囊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美国籍波兰犹太人，2017年已经去见上帝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德国电视2台问，您认为乌克兰因此需要做些什么呢？布拉姆说，首先，美国政府将找西欧盟友谈话，并说，你们在提供武器上有所保留，乌克兰的重建现在就是你们的工作了啊。最重要的是，美国众议院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的压力是巨大的，共和党人在那里占多数，他们中普遍反对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特朗普主义者正在施压。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几个月前也表示，今后不会再给基辅开空头支票。德国电视2台问，这对欧盟，尤其是作为欧盟经济重量级的德国来说，将有什么后果？布拉姆说，欧洲将面临着巨大的重建费用。在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结束后，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需要一个国际重建计划，而且很明显，美国认为欧洲人有责任承担大部分费用。欧盟委员会估计重建乌克兰的费用为3500亿欧元，这笔钱是否足够还是个未知数。德国知识补充，在其他德语媒体我看见预计乌克兰的重建费用为4100亿欧元，要比欧盟委员会估计的要多出很多。好，我们看德国电视2台继续问，您认为德国扮演什么角色？布拉姆说，由于美国内政的不可估量性和美国对亚洲的转向，同样受到德国更强有力推动的欧洲将不得不为自身的安全和外交和平努力承担更多责任。在这样做的时候，德国的政治阶层不仅应该与志同道合的人接触，也应该与敌对体系的代表接触，以防止情况恶化，特别是对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来说。德国电视2台问，除了欧洲人，还有谁能而且也愿意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大量资金？布拉姆说，
中国承诺提供大量贷款援助，至少从中国政治高层的讲话中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德国知识点评，看到这里我笑了。德国的学者或者是说某国的代言人真的不要脸啊！凭什么想要中国出钱？你们西方出钱可以，让中国这个基建狂魔帮搞建设，多快好省。而且必须要由乌克兰那个戏子总统先把非法没收中国那家投资马达西奇公司的36亿美元先吐出来，然后才谈什么援建或者是援助乌克兰，全是你们这些西方国家拉出的屎。现在想要中国帮你们擦屁股，门都没有。真的呀，西方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要多不要脸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看德国电视2台刊登出来的东西。大家不要忘记，中国人着眼于新丝绸之路，在乌克兰有众多利益。好，德国知识呢又来点评一下，西方一直在妖魔化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这个话题以前我也谈论过多次，他们称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是中国给其他国家设的所谓债务陷阱、经济殖民等等。现在你们欧洲或是你们美欧怎么要新丝绸之路了呢？那现在中国这个项目就不邪恶了？这不是在自打脸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会使我们欧洲人陷入新的困境。德国电视2台问，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布拉姆说，美国人不想大量参与乌克兰的重建工作，欧洲人也不想独自承担所有的负担，中国人正是欧洲和乌克兰所需要的。可是呢，美国人又不喜欢中国人这样参与进来。换句话说，欧洲和中国更好的关系可能会导致跨大西洋关系更加紧张。德国知识点评，不是美国人不想，而是美国人没有那个基建能力，也没钱，他们只知道卖武器、搞破坏、卖能源，对不对？这又一次证明了 America bombs, China builds， 就是美国负责轰炸，中国负责建设，完美结合。好，我们继续往下。但我也看到，如果欧盟咬咬牙忍一忍，同时最终为自己和邻国承担更大的经济和安全责任，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好，朋友们，这就是刊登的访谈录的全部。接着我们看看德国电视2台推特上关于此话题的评论，很多人参与评论，我们按推特显示的顺序来翻译。谁把乌克兰打烂了？由俄罗斯来赔偿，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嘲弄。下一位，让所有渴望战争并公开表示支持提供武器的人资助重建工作。下一位，这意味着我们接管乌克兰，最终我们与俄罗斯接壤。下一位，当他们说承担安全责任时，任何能从1数到3的人都知道什么意思，那就是威胁、侵略、战争。下一位，你也可以用德国这个词来称呼欧洲，为此我们甚至要工作到80岁，为团结尽一份力，先火上浇油，再由别人来救火。下一位，4400亿欧元，仅仅是联邦政府，就说人民已经在新冠的疯狂上花费了4400亿欧元，谁来重建它？下一位，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谁给你们权利把我们纳税人的钱送给一个既不与我们结盟，也没有任何其他义务的国家？下一位，我认为美国有义务来资助重建。下一位，谁为乌克兰重建买单？俄罗斯，首先是俄罗斯，还有谁啊？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因此要对损失负责，能用钱赔偿的，首先必须由俄罗斯赔偿。下一位，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攻击了乌克兰，他也将不得不为这种损害付出代价。俄罗斯的罪行也应该由俄罗斯来偿还，因为否则俄罗斯人将永远不会吸取教训。下一位，由美国来买单，美国发起了整个北约东扩和2014年乌克兰政变。下一位，当然我们有责任，欧洲团结起来，我们将帮助乌克兰重新站起来，并确保它重生而且更强。下一位，一如既往，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其他地方继续下去了。美国只是在利用我们脱离北约。下一位，泽连斯基正在把乌克兰廉价卖给黑石公司、高盛公司、花旗银行等等。难道我们要为他们重建，让这些蝗虫资本家二次获利吗？
用欧盟纳税人的钱养肥美国公司。下一位，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被破坏，在被占领的领土上，所有东西都被破坏了，俄罗斯将不得不重建。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我们也在为之买单？下一位，美国买单，这是美国的战争。下一位，美国买单，因为他拒绝任何和平谈判。下一位，再说一次，西方的价值观包括美国正在助长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武器、弹药和坦克，破坏人民和基础设施，但只有欧洲应该重建乌克兰，因为美国什么？泽连斯基究竟用那么多钱做了什么？下一位，这个想法可能也是向德国及其总理赠送领导权的出发点。美国在欧洲发动代理人战争，欧盟正在为其后果买单。到目前为止，谁真正为美国战区的损失买单了？下一位，美国是最好的朋友，挑起战争以确保他们的霸权，让他们的附庸国为战争买单，以天价向其附庸国出售能源。以前他们廉价获得这些能源，美国积极挖走其附庸国的工业。下一位，脑残国家德国一如既往，因为德国总是什么事都要不请自来的参与，甚至在捐钱的时候，他还要处处插队抢先。我敢打赌，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国家一样愚蠢。下一位，美国每天都在通过其土地租赁协议、武器销售、能源供应、黑石等投资基金从这场战争中获利，那么也请为乌克兰承担所有费用。下一位，美国人不是为内城战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吗？美国中情局也曾在阿富汗染指圣战者，让塔利班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所以请闭上你的臭嘴。下一位，是的，我们真的买单买到死，首批重建资金几十年来一直在给其他国家，中产阶级在德国被吸干了，而现在要欧洲重建乌克兰，我都快吐了。下一位，是的，美国买单吧，首先提供武器，然后把一切都打烂，由愚蠢的欧洲人支付重建费用。哈哈哈哈哈。下一位，当然，尤其是在1年多前谈判被美国和英国破坏的背景下，如果有人必须为重建提供资金，那就是美国和英国，但肯定不是其他欧洲国家。下一位，我有一个想法，泽连斯基和他的寡头们的账户里有数十亿，把那些钱拿来进行所有的重建吧。下一位，每次战争后，欧盟都要为重建买单。如果从这些战争中挣钱的国家、公司等最终为重建买单，怎么样？首当其冲的是美国，我们已经为阿富汗、伊拉克等花了钱了。下一位，美国佬和英国佬挑起了这桩破事，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中获利。因此，现在欧洲应该为重建乌克兰提供资金，这是很自然的，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下一位，美国发战争财，但当涉及到买单时，众所周知，德国的政客们总是第一个在这里喊着要买单。然后呢，这位读者还配了一张讽刺的图，全国警告日，我们对这个政府发出警告，德国的政客们生活在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里。下一位，当然是我们买单了，只有德国的纳税人如此愚蠢，让自己也背上这个包袱。我说，不要给乌克兰人1分钱，让俄罗斯人、让美国买单吧，他们俩想要这场战争，他们应该买单。下一位，好吧，我还有几年时间，然后我在这个疯狂的星球上的日子就到头了。但是所有年轻的左翼绿色生态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稍后会开始杀气腾腾，因为他们必须为一切付出代价。下一位，下一场战斗要开始了吗？俄罗斯的特殊资产如何？不管是在哪里找到的，其他人比我更清楚。然后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表示尊重，对乌克兰境内和来自乌克兰的人民表示尊重。加油！下一位，这不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纳税人的钱再次流向国外，而我们的国家的一切都价格过高？下一位，
谁同意东扩的？现在是时候让真正有罪的人和支持者来买单了，也许这样才能恢复理智。下一位，乌克兰选择了错误的朋友美国，有了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乌克兰应该保持中立。好，朋友们，网友们的评论就翻译到这里。绝大多数人觉得不应该由欧盟出钱帮助乌克兰重建，多数人认为应该是美国出钱，有些人认为是俄罗斯出钱，没有一个人提到中国，没有被媒体带风向。总之，评论还算多元化，明白人也不少，也难怪，轮到他们自己现在要掏腰包了，那他们就不淡定了呗。很奇怪，媒体已经在谈论战后重建了，他们真的觉得乌克兰战争快结束，而且乌克兰会取胜。你们觉得呢？还有，你们觉得谁应该来为乌克兰的重建买单呢？是美国、欧盟、俄罗斯还是中国？大家说说吧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